今天我在网上找到一个非常火的教程啊，说的很神，很牛哈。就是说，在2026年4大核心趋势之一，就是叫做 Agentic AI 的这么一个东西哈，也就是多智能体系统。它这个教程里面说，如果照着做的话，就可以完全零成本在自己本地电脑上面搭一个 AI 公司，就是有很多个 AI， 一个 AI 当老板，一个 AI 当程序员。一个 AI 呢可以当研究员哈，你给个任务，他们几个就可以像员工一样，在电脑里面互相的左脚踩右脚，吵架呀、挑错呀、改代码呀、写报告啊，可以这么24小时不停的做事情哈。最厉害的是它完全免费，说是断了网也可以跑，因为它是使用的本地 AI， 隐私数据完全就不出电脑哈，相当于这么一个零成本搭建了一个 AI 团队，在电脑上面开了一个 AI 公司嘛，也就是给每个 AI 模型指定一个角色，一个 AI 模型就是一个员工哈，两个 AI 模型就是两个员工。反正今天我就来跑一下这个教程，看能不能把它给搞定。好，它的教程第一步就是说要准备基础设施哈，要求用一台2023年以后的带什么 NPU 硬件加速的 AI PC。那我看了一眼我的这台电脑哈，不要说2023年了， NPU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哈，反正不管它了。没有 NPU 难道就不能用 AI 了吗？那绝对不行哈。所以今天啊，我就来给它硬跑，用我这台2023年以前的老电脑来跑一下，看一下等会儿会不会炸啊。首先他说要安装 Python 3.11 以上的这个版本哈，那我就按了键盘上面的 Win+R， 然后输入 CMD， 使用了查版本号的这么一个命令来看了一下哈，我电脑原本安装的 Python 是 3.10 版本的，这一步算是给它合格了哈。那没有装过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官网上面下哈，记得勾选那个添加到环境变量，这个就不废话了。好，现在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重点，他说的是这个招募 AI 员工，也就是要装本地大模型。这个教程让我们下载一个叫做 Ollama 的软件哈，这个东西相当于 AI 的心脏。那我直接就进入到 Ollama 的官网，点击这个 Windows 版本的下载哈。下载完成之后，可以看到这个安装包有 1.8 个 G 啊，还是有点大哈，双击直接运行，然后安装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它还是有点流氓的哈，没有更改这个安装路径的地方，这个按钮没有，不可以更改安装路径。点了安装，它就直接给我整到 C 盘里面去了哈。那我的这个 C 盘本来空间都不是很多了，还有要红了哈，那么等一下还要整几个 G 的那个模型进去，全部弄到 C 盘的话，我的电脑可能扛不住啊，所以这个不行，要改。这个 Ollama 安装完成之后打开，点一下设置，可以看到这里可以更改模型的路径，它默认是在 C 盘哈，我就在 D 盘给它新建一个文件夹叫做 Ollama， 然后里面再给它建了一个叫做模型的文件夹，把路径给它指到这个文件夹，这样的话我等一下下载模型，它就应该会下到这个 D 盘了哈。弄完了之后就进入到下载模型阶段了哈。这个教程呢，它推荐2个模型，一个是 DeepSeek R1， 一个就是千问 2.5。它让我使用命令行的方式来安装哈，那我就打开一个命令窗口，把下载这个 DeepSeek R1 8B 的这个命令粘贴进来，然后回车运行。好，可以看到开始下载了哈，一共有 5.2 个 G， 一看就是那种压缩过的量化模型哈，这么小，普通的电脑应该也是可以跑的。那么下载它大概要10多分钟，那就只能干等一下了。好，这个 DeepSeek 它下载好了之后，我随便测试了一下哈，发现它是可以正常回复的，那说明模型它没有出错。接着再来下载第2个千问 2.5 7B 的模型，这个模型有 4.7 个 G 大，可以看到这里它出了错了哈，出了几次错，那么都是因为这个网络的原因哈，网络错误。不过这个时候不用慌，可以直接使用命令，重新使用那个下载的命令，让它再运行一遍啊，按回车就可以了。尝试了几次之后，这个千问 2.5 7B 的模型终于已经下载好了哈，那我也简单的试了一下，它可以回消息，那就说明没有问题。好，下一步这个教程他说要建一个办公室哈，那个使用的是微软的这个 Ardozen，
多智能体框架，同样的是使用这个命令行的方式来进行安装哈，把 PIP 安装这个阿多真的命令给它粘贴进来，然后回车运行。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它就开始密密麻麻的跑代码了哈，开始疯狂的往我电脑里面整东西啊，看不懂，反正也看不懂，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啊，就等它整完。好，整完了之后，这里有个启动的命令，使用的是8081的端口哈，把启动的命令给它粘贴进来，回车运行了之后，底部它就出现了一个127开头的本地地址，就是那个 localhost 的。这个 localhost 的跟127是一个意思哈。使用这个地址直接可以在浏览器里面打开，打开之后，这个阿多真的界面它就出来了哈，全部都是英文的。那么我也找了一下哈，也没有找到可以改成中文界面的地方，不过应该不影响哈，直接就用网页的翻译给它对付一下，反正意思大差不差就可以了。接着重点就来了哈，这个教程说要在网页的左边找到模型菜单的新建，可是我看了半天哈，它左边根本就没有模型的菜单，只有团队构建、操场这些东西哈，说明这一步要完蛋啊，教程有点过时了。这肯定是微软那帮人啊，天天把这个东西改了代码，界面都已经换了哈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靠自己去把它给整通。那我就稍微的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它现在不是在外面整模型了哈，全部都集成到了团队构建这个里面，然后点进来新建一个团队，可以看到这个画板的界面哈，它可以连线，可以拖拽，就有点像那个 NAN， 就是 N 把 N 有点像啊，反正连接节点。这个教程让我们配置2个员工，一个是写文案的小王，一个是挑毛病的老李。那我就来先搞这个小王。画板上面它自带了一个代理框框哈，点一下上面的铅笔编辑这个图标，然后名字呢我就给它改成小王。注意下面这个带星号必填的这个名字，因为它这个是英文的嘛，所以我怕这个底层代码认不出中文，所以不要错，它万一报错了不好搞，所以我就给它写成了英文的拼音名字哈。然后下面是模型的配置，默认的是 OpenAI 的模型，点旁边的编辑按钮，这个模型的名字就用我们下载的千问 2.5 的模型， API key 是可以随便乱填的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下面的 URL 了，这个接口地址，按照教程上面说的填本地地址，就是 localhost 的端口是11434，后面是个 v1哈，一定要填这个地址。下面不知道填什么了，这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填了，我就全部不填了，给它留空。弄完了之后，我就点上面的这个测试的按钮哈，它是个播放图标，可以看到果不其然哈，它出错了，出现了红色的错误，说是少了模型的信息，这个 info。原教程里面它根本就没提到这个东西哈，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，所以这又是一个坑。那我又研究了一下哈，发现它旁边有一个编辑 JSON 代码的地方。既然是代码的话，那就好办了哈。那我就把里面原版的代码给它清空了，清空了之后，把修复好的代码给它粘贴进来，保存之后，我再点击上面的测试，可以看到它这里变绿了哈，那就说明成功了。那我这里顺便说一嘴哈，如果这里出现了502的错误，那么多半概率它是因为模型没有连上哈。重新把那个欧拉玛软件打开试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小王配置成功之后，我再去配置这个老李，再去给它增加一个老李，选中左边的这个代理哈，然后随便拖一个代理到面板上面去，点击编辑，名字给它改成老李啊，给它改成老李。这个模型呢，就让它使用 DeepSeek R18B 的这个模型 ，URL 同样的是照着填，按照教程上面说的填写就可以了哈。那现在就可以点击保存。那如果现在点击保存的话，再去测试，它肯定也是会出错的哈，因为是同样的操作，所以这里也同样用编辑JSON代码的方式，把优化过的这个代码给它复制进来，然后保存测试。好，可以看到是绿色的，通过了。接下来在下面给他们指定一个人设哈。这里可以指定人设，也就是系统消息这个地方。小王他是可以做事情的一个角色啊，使用的是千问。那么老李啊，使用 DeepSeek
来指出错误。如果他觉得没有问题了的话，那他就必须在最后给他输出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哈，就这个完美。那么这两个角色配齐了之后啊，现在应该就可以做事情了哈。那我就点击左边的操场这个地方，可以来建立一个对话，选择刚刚建好的那个团队，我就给他发布了第一个任务哈，帮我写一个短视频的脚本。好，可以看到它非常快的转动起来了哈。这个小王1秒钟就给出了初稿，紧接着这个老李呢，他就挑出了错误，说他开头专业感不足。这个小王马上道歉，重新写了一版啊。老李一看，又给他挑错，让他重新写。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，这两个 AI 它陷入了死循环。老李是个杠精啊，这个小王呢像个受气包，两个人就在我的电脑里面这么你来我往，没完没了的哈。再这么搞下去，我的电脑内存可能就要炸，所以我就赶紧让它停了下来。这是个非常致命的错误漏洞哈，原教程里面它是一点都没有提。老板不点头，员工他无限的加班，这样会死人的哈。所以我就切换到了这个面板的界面，看底部它有一个叫做终止条件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应该是这里必须要给他们制定一个下班的规矩啊。所以我发现如果单独加一个文字条件，再给它加上一个轮数，就加不上去了哈，只能给它加一个条件。不过它第三个有个 OR 或者的这么一个条件，我就使用这个，然后点击编辑一看，它刚好里面包含前面两个条件哈，那就很方便了。第一个文字提示条件就给它填入大写字母完美。第二个最大的消息数我就给它设置成6轮，意思就是说，万一这个老李他发神经的话，一直不满意，那么他们吵了6轮之后，就要强制的拉闸断电了哈，把当前最好的版本给我交出来。有了这2道防线之后呢，我就再来跑一次这个脚本啊，火星脚本，写火星脚本。然后小王写，老李喷，小王改了一遍之后，这个老李满意了哈，直接就输出了这个短视频脚本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么现在我再来考验一下他们写代码的能力哈，让他们用 Python 写一个贪吃蛇的小游戏嘛，发给他们之后，这个小王哗啦啦的就甩出了代码哈，老李啊他也指出了错误，这个小王呢也重新写了，然后老李满意了之后就把这个成果甩给我了哈，底下他还可以直接玩啊，可以直接演示怎么用。这贪吃蛇它是可以用键盘改变方向的哈，用键盘。然后碰到墙壁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好，这个代码完全没有问题 ，OK 的。那么最后再给他一个任务哈，就是让他写一个2026年人形机器人市场分析的这么一个简短的报告，用 Markdown 的格式输出。这个小王写，老李他指出不足哈，然后小王改，最后直接给我整出一份排版好的这个 Markdown 分析报告，跑的还是非常的快哈，而且不卡。那说明在我们的普通的机器上面跑这个量化模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经过这一番测试之后啊，这个本地多智能体流程啊，它虽然原教程哈有点过时了，各种报错的坑哈，动不动那种死循环，但是今天我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把它都给躺平了哈，终于把它给运行起来了。像以前写东西的话需要我们自己挑错，现在有了这个 AI 给 AI 指出错误，然后真正实现了那种独立思考、审核反馈啊，上交最终方案的这么一个团队的工作。所以今天你只要照着我这个修改好的这个过程、这个步骤来做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把本地的 AI 公司给它整起来哈，招募一大堆 AI 的员工。这个 Artisan 里面它还有很多花样哈，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。有什么跑不通的地方，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哈，到时候可以一起来解决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好，拜拜。